我想做自己的游戏已经很久很久了。从小学2年级开始，第一次玩到《仙剑奇侠传2》，我觉得哇，能让游戏动起来好酷啊！我以后就要做这个。到大学选择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尝试做游戏 demo。再到毕业后做6年的游戏开发，再到后来辞职学托福，想考研学游戏设计，但失败了。我想做游戏想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到现在一个游戏还没有做出来？我自以为我是一个还挺能吃苦的人，在大学的时候没有任何课程是关于游戏开发是运营的，我在整个大学都找不到了一个能组队的人。那个时候我在想，那我就去自学嘛，那总是能在我进步的。在大4的时候，因为我的学历，我是复读了1年才上了一个2本，没有一个校招肯给我面试。但是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以我的能力我没有办法靠这个学历找到工作，那我凭什么实现自己的梦想？当我在毕业后因为租房受到了不平等待遇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想，来呀，还能有什么困难？我倒要看看我能撑到什么时候。我以为我只需要承担这类困难就可以了，但是当这几年我大部分的朋友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当然我们心底永远当彼此是朋友，但是交集越来越少，就好像慢慢在失去这些朋友。当2年前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与世界最初的那根连线断开。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世事无常。我不知道原来这条路。当我回到上海之后，我立马就辞职了，因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第2天会发生什么。我每一秒都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辞职后学托福，想考研学游戏设计。在考研期间，我参加一次 Game Jam。那次 Game Jam 让我直面了我到底有多菜，那些我之前我不想面对的，我意识不到的那些缺点，直接的就甩在了我的脸上。那一刻，我意识到了，原来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做出来游戏，就是因为我一直在逃避。包括想留学学习设计也是逃避做游戏很难这件事本身。当然，最本质的还是因为我在逃避对失败的恐惧。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了，好像我开始对失败没有那么恐惧了？是当我看完《心灵奇旅》的这个片段。You know you can't do that. I know, but I'll go as far as I can. 每次看到这里都会很感动。看之后我问自己，如果我做时光机到10年之后，我看到了自己做游戏还是一塌糊涂，还是失败，是注定的结果，那我现在还会选择做游戏吗？我的答案竟然1秒都不会犹豫。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我好像没有那么害怕失败了。也是那一刻，我决定开始创作我人生第一个完整游戏。雨天是去年12月份开始做的，但是我发现为什么我做到了我最想做的事情，我在做的过程中还是带着非常多的内耗，我始终没有办法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做游戏。直到8月3号，我参加了一个读游的活动，在那个活动上面，我看到很多读游开发者他们在介绍自己游戏的时候那样的神情，哇，我应该单纯一点，专注梦想。我发现我之所以之前有那些内耗，就是因为我还是想既要又要，但是梦想这条路就这一条就很难走。我深刻的感觉到，我每长1岁，我在往梦想迈进的脚上的锁链就重1分，真的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条路越来越难走。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决定我这个账号，我这一次的人生存档故事线就选择梦想。以我的能力设定，我是不可能兼顾其他故事线的。如果我向其他妥协，那我会更痛苦。我开始发自内心的去接纳其他故事线上的最坏结果。也是从那一刻，我决定我想送我自己30岁一个生日礼物，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礼物。我作为制作人的第一个上线游戏。只有40天的时间，即使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游戏，完整流程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但是在40天前，我的游戏只是这样的一个 demo， 而且我觉得我效率特别低。首先人物要改版，而且有很多功能是你不想着上线，你是不会开始去做的，像各种 UI 界面、开始界面、设置界面、结束界面、过场界面、加载界面。越到上线前，哇，你能发现一堆问题，不上线的时候，这些 bug 感觉都隐藏了一样，就是你没仔细找，你一找，哇，全是 bug。哎呀，我昨天本来我想说，
马上还有多少天？没多少天了，一定要把这个包给他们审核了。结果昨天好不容易过完一遍啊，就是没什么 bug 的，结果一打包出来就闪退。昨天晚上1点多，实在是咱就是说没脑子修这个 bug 了。昨天睡着之后，昨天晚上做梦梦到都是这个 bug 修好了，所以现在起来我要修这个 bug。因为我这个游戏是个免费游戏，为什么免费？因为我在做这个游戏之前，我的策划经验就是0，就我觉得好玩的游戏才值得收费，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个游戏它能好玩，所以就算是我能找到跟我一起愿意做我这个免费游戏的队友，但是以我的能力，我觉得跟别人组队，我难道不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吗？但是在这里我特别想感谢，当我在8月3号做出决定的不久之后，我认识了一位音乐人，他在玩完我的游戏 demo 之后，他跟我说他想免费帮我这个游戏做音乐，失败也没关系。刚刚听了他的这个音乐的这个 demo， 我感觉太好听了，我现在就觉得我这个小破游戏我怕配不上人家这个配乐。当然也会有无数次怀疑自己的时候。哎呀，今天发现了自己的游戏，哎，好菜好菜好菜。没有，只是该打哈欠，不是那个啥。感觉30岁的人生白活了好多年，为什么自己这么菜？就是本来之前我还抱着希望说，就是有没有可能上线就是完整的游戏流程。别想了，我能把2关的东西去尽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在这10天。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了，就主要也是效率低，对，又效率低，又设计也没设计多好。那我能做的只是做好每一个眼前的小功能，能做的仅此而已。我希望大家玩我的游戏不会觉得浪费时间，对，这只是我这个游戏想达到的目标。你很菜，没关系的。其实在做的过程中，我无数的在思考，要不咱这个礼物就别送了，就非要在30岁生日送这个礼物嘛？要不然说这个生日它能不能晚几天呢？我的生日它能不能一睁眼我的生日突然就变成了，对吧？几天之后你多1天是1天呢？但是现在去想想，觉得有这个 deadline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做游戏很容易就会陷入反复迭代，如果我不是给自己定了这个 deadline， 我可能不一定猴年马月上线呢。把这个游戏上线还是最有效率的去看到大家反馈，也是能最有效率的去能知道说自己应该提高什么方面的一种方式。就像很多人说的，先完成再完美。虽然我口口声声说我自己的游戏是个垃圾啊，我没自信它是个好游戏，但是它真的是我用心做的游戏。游戏里每一个 UI 的位置，每一个动画的过渡，每一次玩法的迭代，每一秒的游戏制作过程，我都认真对待。今天我把长椅的这个功能实现了，现在是主角和另一个 NPC 坐在椅子上，我看着就觉得好可爱。我刚才被自己做的这个游戏可爱到了。现在我要录花店里风铃的声音，我没有风铃啊，我的一个项链和一个玻璃杯子尝试发出来啊。我觉得这40多天，我人生从来都没有如此满足充实过。好开心！我刚醒，其实我昨天2点多睡，但我9点就起来了，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就现在就是属于那种每天早上起来就想做游戏，然后一想到做游戏就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终于可以在 Steam 商店中搜到我的游戏了，我终于可以在 Steam 上听到我的游戏了，我的游戏。觉得特别好，就觉得专注游戏这40多天以来，就像做梦一样，经历了完全不同的故事线，特别好。因为这就是我的梦想吧，所以才像做梦一样。当然，作为一个艺人，我终于是找到了独自开发、心态调整的一个平衡方法。出门，我白天开发，一觉得效率低了，晚上就会出门。
不妥协，不退缩，让感情被弥合。这把可以啊。昨天跟几个读的小伙伴聊得很晚，就感觉自己的能量直接就冲到爆表了，觉得跟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感觉特别好，就觉得心态开放了，认识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发的时候我也经常有直播嘛，观众的互动也能让我感觉到鼓励和共鸣。我要通过我的作品、我的游戏和我的视频与世界建立连接。在这里我想谢谢鼓励过我的每一个人，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产生共鸣的每一个人，你们的每一个回应都是我与世界的连线。这个游戏它是失败还是成功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没有绝对意义的失败，只要我一直不放弃，就算是我做了5个做了10个垃圾游戏，在第11个游戏我终于觉得我做出来自己满意的游戏了，那之前的难道是失败吗？如果没有之前的经历，何来那个时候的我呢？只要我还在做，我就不会失败。现在是9月20号的23点50分，现在我准备跟身在美国的我的队友连线，我们一起见证这个游戏上线的时刻。Hello， 一鹏 ，Hello， 还有40秒，40秒。你现在应该在这个我的这个 Steam 的这个界面上面，我一说发布，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上线了，你立马就从那个上面下载。哦，不对，你已经在库中了，但是你可以立马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界面。让我先登录一下 Steam 啊。好，哦，还有18秒。我10秒了就，10秒，10、8、7、6、5、4、3、2、1，立即发行。哦，什么还要发行？我还是发行我的英雄？怎么我感觉现在跟那个抢的我已经过时间了？但是我这怎么还要输行代码？就跟要那个抢什么就是秒杀一样。准备好立即发行，快点的！他怎么还在转圈圈？早知道就提前10秒发了。没关系，完全来得及，非常好。发布所需，您的程序已经可以在 Steam 商店中见到了。我现在要去 Steam 商店看一眼。稍等，啊，它已经变成开始游戏了。Yes， 终于。就是跟我合作，你感觉怎么样？哦，我觉得这个森叔老师绝对是这个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游戏制作人啊。哦，直接这趴全卡掉啊！就是我、要说一个形容词，就是太负责任了。这个整个过程中，就是怕，要是他什么做不好，会影响自己队友怎么样。这个游戏非常精彩。太感谢了！30岁生日快乐！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我给自己买了我最爱的提拉米苏。还买了蜡烛啊，不是绿色的，是因为选颜色要加钱。我想说也没那么必要非要绿色了。那这刻好像是许愿时刻了，但是其实我已经很久没许过愿了。在2年前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对我来说勇敢是什么。对我来说，勇敢就是可以不带任何负面情绪的去面对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去面对，不管好还是不好，我都会当成是成长的一个经验。但是蜡烛还是要点的。我只想对自己说，过好当下的每一秒。生日快乐！接下来这趴是吃蛋糕，现在很激动，确实很激动。就是今天只有一个感觉，如果我会分身就好，我想分成3半，一半修 bug， 一半做视频，一半去搞 Steam 商店。可惜了，分不了。30了，年龄焦虑也会有嘛，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我40、50，我感觉我还是像现在一样过每一天嘛。既然我还是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唯一能做的不还是过好当下每一秒吗？你说是不是？是吧？确实有点饿。
接下来我会持续拓展这个游戏 ，list 里有这么多要去等着我做了。那预计年底可以更新到完整版。那我这个游戏它会一直免费的，但是我在之后会上架一个有音乐原声集和美术设定集的 DLC。如果你觉得我的游戏好玩的话，哎，我说这话就感觉很虚，就是我是真的没有信心大家能觉得我游戏好玩。但是如果万一呢，你觉得我的游戏好玩，想支持我的游戏的话，那可以购买这个 DLC。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我们的每一秒音乐，游戏的每一笔美术，哎，都是真人做的，这一点大家放心了。那同时视频我也会尽量不让自己断更太久，保持一定的更新频率，因为 UP 主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之后也会出一期跟大家来分享我怎样把我这个游戏从一开始的最初的那一点灵感慢慢拓展迭代到现在虽然很小但也算相对完整的一个游戏的过程的。很多人问我做完这个游戏还做下个游戏吗？那在这一秒我的回答是我要做一辈子游戏。那在最后我还想说一句话，大家好，我是独立游戏制作人苗然。上线11个小时，已经有玩家帮我找到了很重大的 bug。我想说，这要是修不好的话，一会儿视频发布了，更多人会玩出这个 bug。所以我现在在紧急修复今天发现的重大 bug。我做了第一个完整的这个游戏配乐，非常感谢森松老师给我做的第一个完整游戏，你做的第一个完整游戏配乐。好，我们预测一下好不好？我们预测一下，就是这个游戏1周后。这个游戏能有多少人我真不知道啊，我之前没有做过游戏，我对这个数据不敏感。哎，这还是森叔老师先估计个吧，我在你的这个基础上，1万个入口，1万个。那我估计15000吧。